从当年的红黄蓝幼儿园，再到最近的14岁女孩坠楼事件，最近几年儿童性侵案层出不穷，但每次舆论汹汹之后，这些案件很快退出了大众的视野。很多人并不知道的是，儿童性侵问题比我们想象中的严重和普遍很多。媒体公开报道的儿童性侵案件，平均每年达到300件之多。最高人民法院数据显示，从2013年到2016年，全国法院审结的儿童性侵案多达10782件。一些专业人士和机构甚至预估，中国每年实际发生的性侵事件可能高达10万件。所有人口中被猥亵的儿童可能有2500万之多。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，简称女童保护，该机构每年都会对公开报道进行详细的统计。2019年，所有性侵案中，未成年、幼女、儿童的占比26.25%，年龄14到18岁占比16.28%，年龄不到14岁的比例高达57.48%。绝大部分被性侵对象年龄还如此之小，他们甚至不知道成年人为什么要伤害他们，他们找不到有力的办法保护自己，感到恐惧和迷茫，他们的内心是何其的无助。然而，他们的无助通常来自成年人的威胁，尤其是熟人的威胁。很多家长通常谈陌生人色变，儿童性侵的防范对象也重点针对陌生人。然而，据女童保护统计，2014年以前熟人作案比例接近90%，而近3年来的比例也高达70%。2019年，熟人作案分布如下：教师、教职工、培训老师占比35.85%，家庭的亲戚朋友占比12.74%，邻居占比10.38%，家庭成员父亲、继父等占比10.38%，网友占比9.91%，其他生活接触人员占比19.81%。因为绝大部分是熟人作案，案件的发生场地也通常在受害者熟悉的环境中。校园、培训机构占比34.78%，施害人住所占比22.17%，小区、村庄、校园附近占比13.48%，受害人住所占比8.7%，公园、广场、公交等公共场合占比8.26%，宾馆占比7.83%，网络占比4.78%。通过熟人的身份，性侵者不仅能轻松接近受害者，而且很容易取得信任。比起陌生人，他们的性侵动机更容易得逞，尤其是家庭成员，因为亲情伦理以及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，性侵发生后，受害者通常会选择隐瞒。当他们选择隐瞒，性侵往往会持续性的发生。2019年，媒体公开报道的最长作案时间长达22年，平均持续作案时间2到3年，多次作案的比例高达55.48%。当他们选择隐瞒，性侵往往会持续性的发生。绝大部分的性侵者案件都是在被发现后终止，施害者极少主动停止侵害行为。他们性侵的往往不仅仅是一个对象，对多名儿童进行性侵的比例高达27.91%。不少大众认为老人更容易对儿童进行性侵，但真实情况如何呢？18到30岁占比21.33%，31到40岁占比12.67%，41到50岁占比22.67%，41到60岁占比16.67%，61到70岁占比12.67%，71到94岁占比4%。可以看出，施害者主要集中在2个年龄段，18到30岁、41到50岁，这2个年龄段的总比例高达44%。施害者中的老人比例并没有大众预想中的高，30岁以下的施害者
血气方刚，非理性的性冲动占比可能性更大。而40岁以上的中年人，通常是更具有计划性的实施性侵害。儿童侵犯事件如此频繁的发生，但家长们的防范意识却极其的薄弱，尤其是对熟人的防范意识。50.61%的家长对熟人作案的情况不甚了解，甚至有5.97%的家长完全不清楚。一些儿童性侵案件就发生在受害人家中，而且还是监护人在家的情况下。这不仅仅是对熟人的掉以轻心，更是家长的无知。通过对全国近万名家长进行调查，女童保护发现，高达68.63%的家长没有对孩子进行过防性侵教育，儿童所接受的知识绝大部分来自家长的言传身教，这便造成绝大部分儿童在性侵之后无所适从，身心遭受到严重伤害。美国的一项研究表现，50%的男性受害者想过自杀，20%尝试过自杀，绝大部分的女性受害者都会出现暴食等饮食障碍，高达60%的未成年怀孕是因为强奸或诱奸等性行为的发生。性侵害事件通常令受害人遭受到最严重的心理、情感乃至生理问题，这些问题通常会持续到成年，甚至影响他们的一生。对于性侵害，最重要的是防范于未然。超过80%的性侵害发生在1对1、独立而私密地场合下。关于性防范教育，虽然教育孩子如何与陌生人相处很重要，但最重要的却是如何与熟人相处。然而，总有一些事情是防不胜防的，家长要善于发现性侵害可能的征兆：一、生殖器官红肿、尿道炎症；二、易怒、腹痛、头疼；三、精神恍惚、担惊受怕、恐惧易怒；四、沮丧、畏畏缩缩、回避话题；五、与年龄不符的性相关行为或者语言。如果发现或者意识到孩子可能被性侵，一定要先通过专业人士进行判断，再向孩子了解情况，向孩子了解真相。态度和技巧至关重要。很多家长获悉孩子被性侵的事实之后，往往直接在孩子面前表达强烈的愤怒，甚至赤裸裸地进行道德批判，这会引起孩子严重的羞耻和负罪感。当家长想要进一步了解事实情况时，孩子通常会转移话题，或者为了迎着家长的情绪而撒谎。我们需要不带感情色彩的，诸如后来呢？这样的开放性问题，却引导孩子了解真实情况。然而，哪怕父母再有经验和技巧，也有可能遭遇另外一种尴尬。在遭遇此类事件之后，孩子通常更愿意告诉足够信任的第三方，而不是自己的父母。这就需要父母对自己孩子足够的了解，通过第三方及时了解孩子的情况，甚至可以让足够专业的人士与孩子达成足够信任的关系。我们在保护儿童同时，最重要的却是性教育。但每个成年人以及那些成年施害者曾经都是儿童。良好的性教育环境不仅仅有利于保护现在的儿童，也更有利于保护未来的儿童。给予保护不如打击犯罪，而打击犯罪不如给予社会一个良好的循环。